修行中的故事和体会是很多很多的哈。凡是大的灾难都是注定的。你说我迷信也好，科学也好，这是我经过我的几十年的一个印证。因为我天天在研究这个部分，也在看，冥冥之中我看到的就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些事情。可是我看到这个事情要发生的时候，那这个人走到那一天，这个事情必然要发生。甚至像人的寿命，有时候也有这个说法。所以大的事情啊，像车祸呀，还有包括很大的给你家庭带来重大伤害的那种生意上的那个亏钱呢，无论是被人骗了还是投资投错了等等的，其实这些都是注定的。也为什么说我们佛教徒要讲究种福田、积功累德、多做善事，多去帮人。对，就是如果我们骗过人，咱们有一天我们都要被骗。我们杀过人，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被杀哈，但是不公平啊！你杀他，他就应该杀你。如果他不杀你，让你得个癌症，让你精神失常，那不很正常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得病的时候，还有人说我妈是个好人，对我们可好了，为什么她得癌症呢？你妈是好人，对你好，对别人好不好？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一生，我们不要说前世，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生，我们做过多少伤害别人的事情。往往还有很多人伤害别人没有感觉，他不像说我今天拿了一把刀把一个人踩在脚下，我在他脖子上捅一刀，我看了给他放血的这个过程，你认为叫杀人，对不对？那你把别人气死就不是杀人吗？你把别人家的东西悄悄挪到自己家来喂养自己的孩子，你把孩子喂养好了，你是慈母，别人家的孩子被饿死了，你妈还是慈母吗？所以好多我们讲功德、伤害、疾病、报应、灾祸，它之间是有联系的。伤害者早晚被伤害，杀人者早晚被宰，就所以不伤害啊。我们佛教徒讲究不伤害。那佛教的规律是怎么样子的？是这些都是由人心所造，是你的贪婪心引发了一切的欲望，最后引发了就是伤害。所以凡是进行坑蒙拐骗、烧杀抢掠的还有偷盗，这些其实都是贪欲。所以讲到我这一生的不幸的时候，其实大家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可怜，好可怜。我们有这个同情怜悯之心，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发生？也许今天有一天我们要死了，有一个神这里来审判，比如一个人7岁就死亡了，到了阎王爷这来了，他说我抗议阎王爷，我刚7岁，我妈养我多不容易，对不对？我爸爸为了养我腰都累病了，我妈都变老变丑了，对吧？家里的钱都叫我给吃了饭了，没把我养大了，可是7岁就把我小命要了，阎王爷你太不公平。于是阎王爷呢给他回放一遍影片，看看你曾经杀死过多少7岁的孩子，让你死一次你还冤枉，你还有100次再到7岁就死了，你的爸妈是帮你一起杀人的人，我们就不觉得冤枉了。对，所以我们倡导慈悲善念去待人，这是很宏观的一件事情哈。这就是佛教的概念，就是自然的这些理论。因果报应不是
佛编造出来这样一个规律，而这是自然规律。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你对你和你接近的人，对他都是友好的，大家会对你怎么样呢？友好。你想把这个感觉我变一下，我不相信因果规律，你们俩很好，对不对？是你们亲姐妹、亲兄弟，你马上臭骂他一顿，你看对方会怎么样？遇上火气暴躁的，他会打你；和你脾气差不多的，他返回来当场就骂你。有的人一辈子不理你了，你这个实验做出来是好大的一个代价，是很痛苦的。因果，所以不是宗教的传说，它是一个基本的自然规律所以我们要想，其实说到这个部分也好，要想我们减少灾难，减少疾病，甚至是我有病或有灾，我希望把这些灾消掉，把病消掉。那要怎么做呢？学习慈悲，一定要学习慈悲。学习慈悲有具体入手的地方，就是我们台湾说的同理心，去同情那些值得同情的人。就像别人讲一个很可怜的故事，你能流眼泪，就说明你有同理心，这就很好，这叫做根基。之后你就开始行动，是吧？路边真的像有出家人跪在那儿，你就掏一点钱给他又怎么样呢？但我身上有钱，我都说要掏。那有人说，哇，这个出家人其实回去之后可能吃得更好，他可能比你更有钱。你先不要想这个，你要发的心是对众生、对佛，还对你自己的良心的，对不对？他是可能就是观世音菩萨化现来度化你的，是给你一次改正的机会。你不是要审视对方，你不是警探，你不是警察，是吧？善事多做，宁可做错了，也比不做好。多做善事，功德无量。莫因小善而不为，莫因恶小而为之。不要说这个坏事并不是很大我偷他一支铅笔还叫偷吗？凡是偷盗行为和偷盗之心的都是偷，对，不分大小，它的性质是一样，只是罪过略有差别而已。所以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道理，大家学会了之后，我们才是真正学会了养生。你想想，你逮着个活的东西，你屠杀惯了就杀掉，通常这样的人能长寿吗？你想想，他不能长寿的。我们有一个同修的父亲，过去在香港，他家是杀鸡的，因为可能有那么个工厂，他们家每天在20年前每天杀鸡所赚来的钱能买一套新的那种楼房，应该赚了很多钱吧，至少值几十万美金吧，20年前的时候，一天就赚这么多。那你知道他有多富有吗？他的孩子在我这里成为我的弟子，60多岁的时候，他家没有1分存款，他父亲全部吃喝嫖赌，全部输光，玩光，吸毒吸光，他没有1分存钱，最后还被人追债，全家人没有一个正常顺利的死亡的，都是不太好的死相。他这一生杀的那个鸡没法数，是这样。所以这位同修到现在已经走了，像你们想的到彼岸了已经走了。他走的过程之中很安详，我们菩提同修都去看他，带他念佛。他也在我们这修了2、3年，他很多道理都懂了，忏悔点灯，为祖宗为父亲忏悔点灯为伤害的众生忏悔祈福做了好多这样的弥补的还债的工作。当他去世的时候，他得的可是肝癌，而且转移到骨头里去了。可是他痛了几天，到临去世这1个月，
身体是自在安详的，没有痛苦。可是到他走，整个身体面相非常柔软，那种安详的感觉，那是不容易的啊！这是学佛改过呀啊！所以我们也想真想健康，真正的想少灾难、少烦恼，一定要有慈悲心，多做善事，多做善事，这个比你会健康饮食要好得多，这是最重要的。比如像刚才那位同学讲的那个家里发生这些问题，先生这个投资被人骗了钱了等等，凡是这种叫做家庭里大灾大难都是注定。我这样说，我们发生这个事情的人不要生我的气，我说的是真事，是这样。但是你懂得这个道理，多种福田，多做善事，到你该赚钱的时候，你好像发现我怎么没动脑筋，钱就来了呢？你不要以为天下的钱都在聪明人的手里头，天下很多的钱都在傻人手里头，因为他不会经商，只会管钱。特别会算计的人只会算计留下钱，对吧？就像那个算盘一样，嘣打上去归别人了，嘣拨下来跑别人手里，没有一个是留到自己的。就像那个算盘珠一样，拨完了之后没有一个是自己的。所以会算计不如有福气。那个福气怎么来呢？做功德来的。真正有福气会赚钱的人，是钱找他，他需要动脑筋吗？你会觉得这个简直像神话。赚钱不靠脑筋，靠什么？就是靠脑筋赚钱的人，他有这个福气，有这个功德。没这功德，急死他也赚不到钱。今天关在监狱的人，多数人都是很聪明，只有少数是误杀误撞的变成监狱的囚犯，多数是很聪明伶俐的，是这样。很多黑社会的人很聪明的，你想偷开保险箱的那些人有一个傻瓜吗？打电话骗人的人，他们多高智商啊！说我们两个同修都是堂主级的，师父啊，他们看要发财了，还挺喜欢的，挺告诉我，师父要发财了，中奖了，你看香港打电话来，什么时候以后我中大奖，有20万10万块钱，跟我说，我说直觉，先恭喜你哈，你精神上发财了，就是我这个全部捐给当菩提禅堂，我说可以，但是1分钱拿不到，他很执着呀，山东人啊，师父我就不相信，咱们天天做善事，我还能遇到骗子。我就帮他破案，这个师父身兼多职啊，还是有侦探的功能啊。他说香港的巨型的公司、大型的公司，包括那些香港的银行和网址，全是编出来的，网址做的像真的一样。他经不起我折磨呀！我打到他们香港正好下班的时间，半夜我打去。我找总经理，总经理不在，现在是半夜了。说他给我约好的在这边呢，因为骗人的人他不知道谁有什么样的承诺呀。人说你别打了好不好？我们不是银行。这才逼急了，因为真银行这个时候没人值班，不会有真人回答的。我们的同修还不承认，就是这样子。最后我还是给他破了，他心满意足的知道自己上当，但是还好没有付出钱去。他说中奖了自己要得钱嘛，实际上你要先付一笔钱。很多人中这个奖了吧？看他的表情说我也中过啊。哎呀，中这个奖和中弹不太一样了，中弹一下就死了，中了奖之后给人骗得惨兮兮的，讲出来真可笑，还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显得自己很无知，对不对？反正有华人的地方他都一直在弄，全国际在发展。那些人早晚的结果都会进监狱，多高的高手都有， IT 的人员，电脑的人员。前几天台湾装了去骗伊银，还是外国人，对不对？他人都不用过去，那个钱就往外跑，这家伙多痛快啊，对不对？但是那估计那个老外坐在监狱里很不痛快，是不是？这失手了，对不对？你在家里失手了，道个歉就过去了，但是犯了这么大的案，失手了之后没有悔改的余地啊！严重的国家会把他手剁掉的，
在台湾我估计不会，对不对？可能关个10年20年都是有可能。但是在关进监狱的人待1年形同于20年，度日如年，度日如年了。我说的都少了，是很艰苦的。今天真是叫机缘巧合，我们说的话呢比较深一些，本来就是说方便大众都能来学习，就为了一个健康长寿。我们不谈宗教，这样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心中的障碍。但是我想知道一下也好，对于我们早日的获得身心灵的健康，会起到最最重要的这个推动的作用。就懂得这些道理如果让大家效果更好，我们还可以，我看有多少人能接受得了。为了让自己更好的、更早的好起来，有一个方法，真的看起来像宗教的行为，就是忏悔。我们不说前世，前世有的人相信有，或者没有，相信有的也没去过，或者也不记得。相信没有的，其实也没有证据说它的存在性，所以很模棱两可。就是今生今世，或者我们可以追溯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辈做过多少伤害人的事情，你也不清楚。你这一生做过多少伤害人的事情，有的能记住，有的记不住。你假设把这个东西当作说可能发生过，你可能就变成你不可回避的要去承担这个结果。那我们就用忏悔的方法。我过去带了很多人曾经做过忏悔结果呢，我也没看见去往生到哪个世界去，可是他们今生获得了新生。那很多人那个身体的那个疾病问题、健康问题，就自动的就好了，就康复了。好的精神系统的问题也康复了，就光通过忏悔这个方法。如果说有宗教信仰的，任何一个宗教之中都有忏悔忏悔我曾经做过的错事、坏事、伤害人的事。那我很多同修就是说，我不记得我做过什么坏事。我们最小的孩子说7岁、5岁，师父，我真不记得我做过什么坏事，我就不小心把奶瓶摔坏过一次，所以这个不叫什么罪过吧？我说真的不是。但是你就假设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做过的坏事、错事、伤害的事，你都应该替他承担起来，去忏悔。这样对他也有好处，对这个孩子也有好处，对祖辈也有好处。我提醒大家，就是我在过去修行的时候我修到了一个阶段，就是具有一定的高度的这么一个阶段，就再想提升，升不上去了，一直障碍着我。因为一旦被长期的被一个门槛挡住的话，人这种感觉像犯了精神病一样，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憋得只想死，好痛苦，2年多过不了那个关。对，后来在睡梦之中，观世音菩萨托梦，他说凡是遇到过不去的关，你就忏悔就自然有了一条明路。因为他不像我们人这样说话交流，
在梦中呢，就是这种讯息就传到我脑子里来了。哇！我这半夜呼我就醒过来，赶快跪在床上去忏悔，就开始忏悔。其实我也觉得我没做什么坏事啊，最后凡是我听说过的坏事罪过全部加到自己头上来，反正这就是我做的，我要替他们忏悔，希望被我伤害过的人都能有好的生活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我的这个祖辈做过错事的，我的祖宗做错事的，我一个人承担，希望我的祖宗不在地狱受苦，我希望我和我的祖宗伤害过的一切人都能吉祥平安我永生永世偿还这个债务。这是认错就是忏悔。忏悔过之后，你通常就不乐意再做这件事情，不乐意做这一类伤害的事情，就会我忏悔了有1个多月吧。我要过的修行的关，在忏悔中过去了否则在正常修行用所谓修行的方法根本过不去，反而忏悔起到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忏悔能消很多的业，我们过去做的错事坏事，本来在我们身上要报应的，要出恶果的事情就没有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比如说撞车，比如说我们的命中有一次因为过去的业力问题，我们有可能有撞车就是不死，死了还痛快呢撞车不死就让你躺在家里，一躺30年之后再死。谁想做到这个结果的请举手，你真敢举手我就很佩服你对，那个才是真痛苦，对吧？可是这个灾难本来到了那个指定的日子要发生的时候，事情一样发生，但是人没有问题。我们好多个禅堂，好多个修行者跟我们一起修行的人，有的是之前我告诉过他，你大概比如说这3年以内可能有车祸一定要小心多做善事就一直在嘱咐。有的人真是有缘分的人，我说他就听了，他没觉得我骗他就跟着做善事帮人。这些帮人的人什么身份都有他们也不用上班，不用打工，那是什么人呢？很多都是事业成功的人，对吧？有的男人在外面是做老板做高官，有的女人就在家做太太，就请了几个佣人的人，可是到这儿来到厨房去给大家做饭洗菜，明明是个贵人，帮大家洗公共的厕所到禅堂。我说要想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清净光明自在，你把厕所洗干净，这都是给修行人要做的，这都是修行。可是大家获得的益处就更多了，不是这个活动的空间好，而是消业，这是消业。所以为大家服务的时候他那个就抵消了他的罪过所以忏悔能获得健康美丽你像那个汉堡包的腰是吧，变成小蛮腰所以我们在这好好修一修，其中修忏悔之后，我们觉得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那个大烦恼，可能就在一次忏悔之后，也许这个问题就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好，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满满的收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